大家好，我是 Murphy， 我是莫妈。莫姐萌妹这集来到新加坡，搭全世界最大、最新、拥有最长云霄飞车的迪士尼邮轮。这个系列将告诉你所有包含抽云霄飞车的细节。我们这次住的是全船只有5间，可以同时看到舞台表演和烟火的花园阳台礼宾房，是入门版的礼宾，却享有礼宾的礼遇，对于带小孩的亲子家庭非常的方便。迪士尼邮轮和一般邮轮性质不太相同，往往需要做一些功课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，但绝对会让你有满满的热闹、感动和欢愉感。老样子，我们将把所有我们做到的功课详细分享给你们，省去大家找资料的时间，就和莫姐魔妹一起来玩吧。预算都用在礼宾房上了，就我们前2天到新加坡住的是捷运站附近相对便宜的饭店，也顺便带大家走一道搭乘捷运要怎么到达我们的渡船中心。我要把它照顾好，我要把小照顾好上来捷运站以后呢，就往 A 号出口出去，沿途的路其实都有遮雨棚，不怕下雨不怕晒。我们从捷运站出来呢，一看到呢就是我们的那个Adventure， 因为我们是礼宾房，所以11点半就可以上船。若是住一般房的人，在30天前可以做 online check-in， 越早 check-in 完就可以越早登船哦。最早的话可以抢到12点上船哦。到达的第一件事呢，我们就先去他的车道放我们的行李，他们会帮我们带上邮轮。大家跟服务人员报上房号，他们就会替你绑上你房号的带子。大家注意，一定要小心确认房号到底是不是自己的。有些人根本绑错房号，行李绕了一大圈才回到自己房间。礼宾房呢是随时到就可以随时上去，一般房要看你 check-in 选的时间，目前看起来最早可以选到11点45。之后不排除还会再动态调整。礼宾一般呢也会有一个专属通道。对呀，小尾巴。上来呢看到的就是排队 check-in 的人潮，就算 online check-in 完还是需要做确认哦。Concierge 有自己的就是 check-in 的柜台，所以就可以不要跟大家一起过这个安检。check-in 的时候呢，需要所有人的护照，还有你 online check-in 的 app。check-in 完成了，就有人领着我们去礼宾的等待室。船上的时候，我想要背乌鸦背包。妈妈，在船上。礼宾等待室呢，只有简单提供了水做饮用，你可以趁机跟背墙拍照。他们会发给我们一个贴纸做识别。然后，我们的那个礼宾 check-in 完，它就会有这个贴纸。然后休息到11点半，里面的大家就上船喽。爸爸是狐狸，爸爸是胖尼克，胖尼克。哇！我们的船就在旁边哦。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迪士尼邮轮哦。大家上船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连上他们 DCL Guest 的网络。iPhone 的使用者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大家可以从设定点进去，专用 WiFi 位置，把它调成关闭，按下允许追踪，打开 App 呢，就可以开始看你所有的活动。先告诉大家要怎么买 WiFi， 点开最下排的 More， 点进去 Connect to Internet， 点进去 Register and Com， 购买你想要的方案，最后再注册就可以使用咯。一起进去。不买网络还是可以用他们的内网上 App 跟家人传讯，大家就可以开始享受迪士尼热情的服务咯。从船进来呢是7楼，也就是 Deck 7，这层有主秀的华特迪士尼剧院、小朋友爱的神仙教母，还有值得一逛的旧金山街。哇，这个电梯超多电梯。点开你的 App， 从 Explore 点开 Dining and Lounge， 就可以知道哪里可以吃饭咯。我们还在熟悉这个船的过程，马上就感受到迪士尼的热情。他们很想跟我们对话，但是我们听不懂。
在跟你开玩笑。That's so cute. I'll buy a new one. Hey! Yeah, just please, please. 来，你看看他的手。手。他的是原来是哥哥的手，这哥哥的手在叫，不是乌龟在叫哦。It's Mickey. 我们本来来到6楼要去吃夏日魔法餐厅，它是免费的餐厅之一。午餐通常是 buffet， 晚餐呢则是点餐制。这几天也会陆续带大家看过一遍。6楼还有服务台和领航员俱乐部餐厅。哇，那每个地方都好漂亮。Deck 8 Hollywood Spotlight. Skeleton here. Deck 8. Here 6, 2 more. Okay. OK，Thank you。好，我们就是做了个一趟旅程，看看这里有多漂亮就好了。好。对。然后我们就去礼宾专属的8楼。除了这个雷神之锤是必拍景点外，8楼有需要付费2岁以下的育婴室，还有3到10岁免费的 Kids Club。还有我们待会要去吃的好莱坞星光餐厅。对啊，当然啊，一定要拔不出来，拔得出来就恐怖了。它也是免付费餐厅之一，晚餐都是自动带入的，进来都会给我们每一个人酒精湿纸巾擦手。晚上呢会有高品质迪士尼角色的歌舞表演，让你边吃饭边看。哦，这个有没有欢迎光临你们？哒哒哒哒！哇，你看。这个我们第3天晚上还会再回来吃，这集就不介绍太多了。目前可以知道，这里就是礼宾专属的迎宾午餐，是点餐制，菜单扫 QR code 会有中文翻译。他们的龙虾、牛排、汤品质都不错。点餐通常需要英文点餐，我们会有1集帮大家统整一下在邮轮上常见的英文对话。这是欢迎圣代。目前早点上船，除了可以早点吃午餐、早点认识环境之外，没有太明显的优势。有些东西需要抢，有些东西不需要。不要看到大家排队就一窝蜂过去，有些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排队，你会浪费很多时间哦。来，过来！现在带大家逛一下超大的 Kids Club。有小孩的家庭呢，建议大家一上船可以先去 Kids Club。先去登记租用手环，手环是不用额外付费的，只是需要押金，最后会返还。对，你们明天就可以来这里玩。现在是 open hour， 就是我们可以进来看看这样子。哦。小心！哇，超可爱。Kids Club 的营业时间非常长，从早上9点会开到晚上11点。不过中间会有 Open House， 就会没有门禁跟陪玩老师。目前是3到6点，大家上来还是要做一个确认才比较好安排行程哦。他们大约有5%的船员会说中文 ，Kids Club 的比重更多，所以孩子只要教简单的几句重要的英文就可以来玩了。Wanna try？ 这是 touch 的吗？没有哎。看起来不是。听墨菲摩根说里面活动超多，其实在 App 上也看得到。哇，这里就有玩具了，小玩具在这里了。好啊，拿拉。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他的球为什么没有下去 ？What's wrong？ 这里呀。对啊，他的球卡在那儿了。除了活动，里面可以玩的设备也非常多，可能是还没有开始。哇 ，Tap band，
莫菲也有说，他们在玩的时候，时常会有角色进来跟他们玩，是小朋友专属的时光。不可以碰哦，全部不可以碰哦。对啊，朱棣。哦，实验室。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洗手槽，每次进来他们都会请小朋友先去洗手。哦，那为什么我刚没有？来，我们继续看。Online check in 的时候呢，他会请你填接小孩时候的通关密语，英文的随便一个单字或句子，只能由接送的人知道，有这个通关密语才会让你接小孩，是一个很贴心的设定。哇，这是小朋友的厕所，然后厕所，超可爱。儿童俱乐部他不会帮你处理尿布，也不会带你进去上厕所，所以小朋友必须要完成如厕训练，不能包尿布进去哦。可以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会询问小孩相关要注意的事项，比如是否过敏等。哇，好酷哦！最后这个区块呢，就是跟角色见面还有大肢体活动的时候，整个的区域，他们真的是给小孩很大的空间。那我们就要来柜台登记一下，拿手环咯。过程其实很简单，也不需要准备什么，刷了房卡，再问你几个问题，就可以拿到手环。然后呢，3到4岁的我们有一个小组，他需要跟他的老师待在一起，但是他们还是在里面玩，就是他们有老师会带着他们，就针对3到4岁。哦，我了解了。对。然后每次他出现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个名字贴在他们背后，那我们就知道哦，这是3到4岁，然后他们要跟着他们老师一起。4岁以上的。那姐姐还可以过来看看他吗？但是他不能单独去了解，他姐姐可以过来。哦，我了解了。哦。吃完饭弄好手环，我们来开箱我们的花园阳台礼宾。这边提供几个认路的方法，让大家不会迷路哦。首先，船头船尾的电梯楼层下方都会是你所在地，每一个房号牌底下也会告诉你所在的位置。那你也会看到像这样的告示牌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我现在是在船尾，我要往船中的位置，我就要往箭头方向是船头的 forward 方向走。啊，这里 here 16673。卡，它都会放在这个上面。好，B完了，好，可以开了，来开。用力！哇，我们的礼宾房，哇，行李已经到我们了。现在是1点半，礼宾房12点半就会把行李送到房间。花园阳台礼宾呢是一大一小套房的配置，还可以拉出沙发床，总共可以住6人。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房间，现在要来开箱。然后它现在是开始，应该是在 Let's Sale 中吧，就是那个表演，我们可以顺便看。哇哦，还蛮近的啊。哇，好棒！那我们就不下去喽，好晒哦。哇！这个床包组呢，是一般房或礼宾房都可以向客房服务员询问看看。当然，它不是可以带走的，只是整个航行过程呢就可以使用。礼宾则是可以优先寄信过去询问。床包，你看它床包弄这里的。哦。然后来那个这边，他们自己也有一间卫浴。哦。然后这个。那天我们晚上这个还是有那个分离，对。然后我们晚上就在这边玩。好，可以。然后它床这么高呢，是因为可以把行李往下放。哦，好，那这个大概就是它那个礼宾房的第2小间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去外面的这个部分。那再来是这边，这个呢应该是我们卫浴的门。来，你打开。哦，好，然后这边一样有双洗手槽。再来是这个单的分离式哈，然后干湿分离的，来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马桶，对，马桶单独的马桶，这个是
个是冰箱吗？啊，对，那个是音箱没错，然后这个是小 mini bar。我觉得是开的方向错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对啊。哦，然后这边其实就饮料都可以自己喝，然后好，然后柜子嘛，单独的柜子。好 ，OK。它有提供可以设定温度的快煮炉，也可以跟服务员免费租消毒锅。好像有被抽东西出来。然后这个是那个，然后底下那个高高的是可以放行李箱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电视，然后外面有一个阳台，但是阳台呢，阳台要从这里出来。哇，这个是雷神索尔的主题。这边也有一个厕所对外门。再来是沙发客厅区域，沙发晚上它会帮你铺成床，小朋友就可以睡在上面。就是如果累的话呢，可以在这边看那个表演。对呀、然后他们现在准备要那个 Let's Sail 了。代表在底下有没有看？ 10楼的花园几乎早上、下午的表演都是直晒的。这个说太热了，他要先进来，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底下看表演？所以如果有小朋友，就是这种房间比较适合。这间房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可以看到甲板上的电影，在阳台就有多重享受，也可以看到大家玩云霄飞车的刺激，就好像住在游乐园里面。大家也不用怕吵，因为它的隔音非常好，阳台锁起来可以安稳的睡一个午觉。安排活动的部分，点 Explore 选正确的日期，把喜欢的表演爱心起来。像这场 Let's Set Sail 算是第1天的重要表演之一。举例来说，我爱心了第4天的 Call of the Sea， 它就会出现在 My Plan 里面，不要再把星号点掉就好。看到这里不需要抽任何预约，大家已经具备安排船上丰富活动的能力，已经可以开始一场忙到没有休息时间的旅程。抹橙灯了，有没有？如果想要更值回票价，接下来后面也会细部告诉大家要怎么安排行程。有些东西要抽，有些东西不要盲目排队，才不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玩得尽兴哦。接下来就好好看我们这一晚丰富的安排吧。来跳舞跳舞，跟一起跳跳跳。如果是花园阳台房，看舞台的视角一定是12、13楼会比较好。只是说礼宾房只有16楼可以选，而且我们选择的是左贤的礼宾房，还可以在阳台参与到整天的烟火。
大家从17楼的船尾逛到船头。17楼的甲板呢有免费的饮料跟冰淇淋，主要的戏水设施也落在这里。18楼则是云霄飞车等机械设施。这里还有大家都很推荐的 Pizza Planet， 是一个从早上会营业到午夜12点的披萨店，中间偶尔晚餐时间会休息，营业时间可以看 App。这边就是主要的戏水区域。对啊，可是很晒耶！天啊，这个就算玩水还是很晒耶。是云霄飞车游乐器材，那个是船尾的部分，然后礼宾室呢是在船头的部分。这个是船头。17楼的船头呢，就是礼宾的专属区域，是需要刷房卡进入的。这边有专属的服务台、专属的礼宾商店。礼宾商店呢也会卖礼宾专属的商品，但因为人比较少，建议大家第一天要先去一般商店排队，礼宾之后再慢慢逛就好了。再来就是他们的礼宾 Lounge， 礼宾也有自己专属的餐食，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可以分别点。入境，对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礼宾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服务，晚上的5点到10点可以无限制的拿各种调酒。礼宾的那个专属的 lounge，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多了这个部分。然后哇，我们还有这个面向海的这个方向。哇，天哪！晒太阳了，晒太阳了。好，这边好像还有一个专属的吸烟区，就是这个真的就很明显的味道。但是那个吸烟区呢，也是非常非常的风景优美，太美了。新加坡还是不能带那个电子烟哦。新加坡不可以带电子烟，这要提醒大家一下。台湾其实也不行啊。吸烟区除了有半露天的风景可以看，它有免费的饮料、咖啡可以拿。这真的是看过最豪华的吸烟区了。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哈！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我们待会就要出发啦 ，Goodbye 新加坡。早午晚餐可以点餐以外，还有轻食。好可爱，这个哇！听说礼宾的东西蛮好吃的哦。你要带瓶？第一天下午还有一个重要大事，卡上会讲说你要在哪一个地方消防演习，那就绝对不可以迟到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去跟大家会合。那我们先找最好的路径。这是第2场的 Let's Set Sail， 大家都上船了，明显人变得很多。花园阳台的好处大概就是可以一直看到表演。在消防演练前是最适合装饰房门的时候了。迪士尼邮轮有3个很特别的文化，你可以用磁铁装饰你的房门，这些装饰都是大家的精心收藏，不可以乱拿哟。他们还有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，你可以参加群组去做一个比较正式的礼物交换。然后一个是乌龟，一个是动物方程式。我们则是准备了小礼物，参加最简单的星辰 Pixie Dust， 让孩子们学习分享快乐。把礼物投到人家挂的袋子里。走。我们提早到达了我们安全演练的7楼，快速带大家看看这个旧金山街，融合东京街头的元素，在这里还有机会遇到杯面哦。好来。这里有很多街头游戏，刷房卡就可以免费的玩，通常排队的人都蛮多的，建议可以早上或用餐时间来哦。这里还有2个青少年俱乐部，还有2个商店跟杯面电影院。后面几天再详细带大家逛。提醒大家，4点的安全演练是连婴儿都要强制参加，不可以迟到的。每个房间的集合位置不太一样，可以看你的房卡跟 App。如果你迟到，全组都会等你才能离开哦。他们甚至会广播你的名字，这样就不好看了。这里也快速带大家看一下18楼的主要设施。这2个滑水道入口是位于19楼。18楼则是有需要用 App 抽的云霄飞车，我们是在第3天做到，再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抽的。另外还有现在墨菲做的这个第一天就会开放了，不过第一天通常是排队最多人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后几天再来玩，几乎没什么人要上来，因为实在太热了。
18楼还有这个不知道是卡丁车还是赛车，游乐设施都在18楼的船尾。再继续往船尾走呢，还有可以免费吃热狗的 Infinity Bar， 还有无边际泳池。因为这是礼宾外少数有遮棚的游泳池，所以通常人很多。10楼的船尾还有一个可以看电影的泳池。安全演练完，船正式起航喽。我和莫菲呢就从船尾走到船头，看看要多久。时测呢大概只要3分钟，没有想象中久。那也顺便从这边呢带大家去参观一下19楼的礼宾甲板，有礼宾专属的休息区跟泳池，甲板上也有免费的酒跟餐食。就是 concierge only 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到船头去了，好吧？礼宾甲板呢休息的区域很多，人又比较少，不会一位难求。游泳完还可以躺在床上休息。然后礼宾这边呢，它会有附小朋友的防晒啊，当然还有大人的，这个就是专属的游泳池的部分。小朋友还小，然后踏不到底的话，也有这个叫救生衣啦，这有救生衣可以用。9楼呢只有这个动画师桌边餐厅和医护中心。迪士尼邮轮的晚餐是直接带入，不需要预约。晚餐通常也是他们的重头戏之一。像这个餐厅就很特别，吃饭前呢，他会请你画画，让你也来当动画师。可以换颜色啊。他们每个晚餐呢都有一个小惊喜，这是 Kids Menu， 里面有很多小游戏可以玩。最后呢是小朋友的餐食可以点。也值得收藏。你先画完吧，待会会有。吃饭期间呢，就不断穿插着迪士尼动画。我发现呢，他们都是截取有关食物的片段，像这个就是虫虫危机里面采集食物的画面。这个真的很适合小朋友的一个餐厅，因为你看，他刚刚因为太累，摩根在小小的生气中，但是看到影片就不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太累了，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生气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没关系，因为现在看到影片就好，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发现它的每一幅画都是对应的，超多很可爱的巧思。这艘邮轮呢，因为是亚洲出发的船，它有在尽力符合各个国家的饮食习惯。可能同一个晚餐的餐点，你会看到日式、泰式，甚至是新加坡美食，一般的西式餐点也会出现。重头戏来喽！爸爸在，我看到了。而且跟全餐厅的人不会有这么，慢慢你的。对啊，我的。最后呢，我们的签名就会在荧幕上啦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他们的甜点呢，我觉得都蛮好吃的，只是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偏甜，但因为莫妈是蚂蚁人，很喜欢他们的甜点。
OK。他们的服务员都很有趣，多跟他们聊聊，会有不同的惊喜哦。有，他要弄了。我们后面每天都跟他玩得很开心，孩子们超级喜欢他，这应该就是迪士尼的魔力吧。Take this side. 1, 2, 3. Okay. Alright, don't get walk around now. Thank you. 那要不然带走吧？这可以带走吗？胡尼克，对，胡尼克。所以他没有。晚餐时间，他们通常会再整理一次房间。那这就是今天 Murphy 跟 Morgan 会睡的床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宝贝，你们有看到这个？每天床上呢都会有惊喜。好可爱哦！第一天还没结束哦，还有2个推荐活动要玩。10楼应该是他们的重点区域，有奇想花园、迪士尼探险郊堡，还有一个有重要表演的寻路者海湾。我们要来参加很有迪士尼特色的角色 party 咯。哇，晚上好美哦！他们有好像啊，哇！ Oh, we got the backup boys. 要不要去？Go go go！ 不要怕，跟姐姐。你那个会不会太重啊 ，Morgan？ 会吗？暖场以后，角色就会出来跟你跳舞喽。虽然人很多，但他们都会尽量让小朋友站到前面去，就会慢慢围成一圈一圈。通常互动到，大家就会去下一圈。所以只要有一点耐心，小朋友都是可以互动到的哦。
紧接着呢，就是 Silent Disco Party。这个画面呢会看起来很滑稽，因为已经晚上了，它是不放音乐的。但是每个人呢可以戴上他们发的耳机，你可以跟你同样颜色的人一起跳舞，是一个不会吵到其他人的狂欢方式。这也是很热门，推荐必玩的哦。不过耳机数量有限，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需要等一下才能拿到耳机。然后跟起来睡觉。耳机呢有不同的频道、不同的音乐。那玩累了、渴了怎么办呢？旁边就是24小时的饮料机，随时可以装来喝。耳机上呢都可以自行切换你喜欢的音乐。这就 Silent Disco 的状况。比起第一天，就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所以人比较多，大家都在那边 stand。第一天的商店呢，必须要开到公海，所以晚上才会开放，通常也需要排队。通常热门商品第一天就会卖完了。是铁吗？对啊，要带回去贴吗？我们陆陆续续买了不少，因为这期篇幅问题，我们将在之后的集数帮大家整理全船的商店和位置，还有热门必买。这个有可爱。这有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买成这样？为什么？像这个包包，我们买了才知道，基本上一上架就会清空。回来我们就拿到小礼物了。哎，这里还有。还有吗？真的耶！哇，这个是那个小美人鱼的，它有你要它记房号哦，我们要回礼的哦。上面没有房号吗？啊，真的假的哦？这个就是我们明后天可以，就是你看你想要放哪里的，然后我有带礼物，然后你们就两个要去那个，来走进去了。自己已经把主要攻略以及商店以外的主要区域都介绍过了，接下来会真正深入介绍每个区域，还有要预约的东西，比如云霄飞车，行程怎么安排可以时间运用最大化。我们还会统整全船的商店常用的英文，什么东西真的需要排队，什么东西可以找空档节省时间。我们忙碌的第一天就结束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